党内元老在北戴河对习近平发起了政变，你信吗？但是我感觉本次发起政变的恰恰是习近平运行了40年的老规矩，现在改了，就连栗战书这样的老哥们儿都要开始交钱，那其他元老谁能幸免呢？这不就是一网打尽了吗？大家好，我是大卫，美西时间8月5号。这几天人们一直在说北戴河的政变为啥还没出现啊？大 V 们都传了快1个月了，大家还是歇歇吧。我今天给大家描述一个新的场景，不一定对大家共同来探讨。这次发动政变的是老习，元老们恐怕没有还击之力了。咱们先看一下最近老习出了2张牌，一个是安排国务院的李强发布了一个新的出入境新规，紧随其后他就安排政法委书记发起了一轮1年的打黑除恶。那这个组合拳很多人们说这不是要向中产和普通人下手了吗？但是我感觉大家可能会错意了。可以这么说，如果你资产只有这么几百万，恐怕连成为白手套的资格都没有而这次的目标在我看来，恰恰是中共运行了40年的一个规则。那这个规则就是大名鼎鼎的向外跑的传票，也可以说叫一家两制。大家记得在改开以后人们开始有点钱了，老百姓虽然说富裕了一些，但是最大的财富获得者是权贵，因为他们通过各种办法可以把这个钱挪到他们手里。那这些钱都在中国吗？不是的。根据瑞士银行和他们的机构统计了一下，大概有3万亿美金的规模，折合人民币这就是40亿了。这些钱存在哪儿呢？既有瑞士银行，又有美国、加拿大和澳大利亚，还有一些离岸机构。这钱的源头来自于中国，无论他们的持有人是谁，基本上可以圈定为500个红色家族以及他们的白手套。这些白手套就包括同学、女婿、亲戚再就是自己的老乡。那老习他发现这个规则不能再干下去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原来我老爹习仲勋他也是这么干的，一家两制习近平在正结婚，但是他的哥哥弟弟包括他的这个姐姐那就是经商了，包括他姐姐齐乔乔和这个姐夫邓家贵也已经获得了澳大利亚的永居。你看为什么大家有这种想法是因为党内有个铁规矩，那就是你谁也不敢保证自己永远安全落地，哪怕是党魁你看毛泽东死了没1个月，自己的侄子老婆不也进去了吗？最后这江青是自己解决的。所以说这些人都默契达成了什么？轮流坐庄，你不对我赶尽杀绝，我呢也对你假装忠诚。所以说无论是老习家、邓家、江家包括后期的一些高层副国级都这么看。有一个当官的，其他人呢往外走。但是老习2013年上台以后，他知道这个规则都是过来人，但是他想什么呢？改，怎么改呢？我要轮流坐庄的规则改成终身制，这江山是我的，我把这个船长要干到死，你们谁也别想着再跳船。那既然他想解决这个问题，那就要开始切香肠了。前段时间出的这2个政策，实际上就是重重的切了个香肠。我大概数了一下他首先要解决的是不要再把钱在中国挣到往外挪了，几乎是挪不动了，这是一个方面嘛。
但是我认为更重要的是，已经出去的这3万亿美金，你是如何回来的问题。这就涉及到什么呢？你们这些元老护照在我手里，七老八十了，你们人只要在，没关系，你们现在就得交钱，就得把转出去的钱给我弄回来。如果不弄回来的话，开始查你们原来的党羽，比如说刘云山的大秘，前段时间被查了，叫什么什么元朝那个，为啥呀？那就是要交钱啊，你不交钱他就把你咬出来，你七老八十难道要进秦城监狱里待着吗？那面子上政治生命那就完全结束了。所以说啊，摆在元老们面前可能就2条路了，自己拿出去的钱，身份已经变成外国绿卡和公民的孩子们要不要回来？不回来那就是秦城，那你回来的话，这一辈子你就成无词了。在具体操作上，它有一个规则，就是你的孩子如果已经加入了外国国籍，在中共看来不作数，他完全可以，你是美国公民、澳大利亚公民，你只要回到中国，无论以各种形式吧，因为这些孩子呀，他必须两边跑，因为啊，大量的生意还仍然在中国，你不可能说你就不回来，这种比例是很小的。既然是两边跑，那你回来就别出去了，发个录像吧，我放弃美国的领事保护，放弃澳大利亚和英国的领事保护，我自愿恢复中国国籍，白纸黑字给你录像了，你这些外国政府啊，也没有资格再去救自己的公民了，因为这些人已经失去了自由。你看，既然你已经恢复中国国籍了，那肉就烂在锅里吧，以后就别想着出国了。既然你人都回起来了，你在外面那么多钱给谁呀？赶紧往回汇吧，给你一些账号，对吧？这是党国的，也许给你留个吃饭钱、养老钱，其他大量的必须往回汇。所以说啊，你会看到很多的人现在正在热锅上的蚂蚁，他就要考虑，我这些侄子、这些白手套已经出去了，在国外为我代持资产，管理这么多房子、基金、企业，那这些人的钱是从中国挣的，怎么弄回来？不弄回来，我就进监狱。你看，权贵呀、500个家庭啊、元老啊，最近在考虑这个，而不是像有些人讲的，他们联合起来，什么胡锦涛、温家宝，还有这个刘源开始搞政变，拿啥政变啊？手里你连一个班都调动不动，连中央警卫局也调动不动，你拿啥政变？光靠嘴炮嘛，那不成了演绎了吗？这一说，普通的民众，你已经知道中共高层已经产生了变局，习作为事实上的终身皇帝，要把流散在外面用了40年积累的3万亿资产弄回来。在他眼里，这个钱是他的，不是这些家族的。你不是在中国挣的钱吗？必须弄回来。所以说啊，高层的斗争会进行下去。那这些高层的权贵有没有能力反击呢？用什么方式反击呢？这个咱们就骑驴看长本，等着瞧呢。总之，以前的节目我讲过，想造反、想政变，没有军权是干不成的。但现在的军中红二代和元老们啊，几乎插不上手，因为现在提拔的军委人员、总部人员、各军的负责人呢，通常已经是习的人马了，已经不是党军了，是习军了。当然了，世界上的事儿啊，它终究有个变化。如果这些习家军他们因为内部的分赃不均，权力没有消失，只是转移了，那这些权力人又会产生新的倾轧，有些人啊可能还往外跑，所以变局应该在他们的纷争内斗当中。普通民众啊，您就坐好小板凳，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健康，骑驴看唱本啊，也许咱们还能赶上改朝换代。好，这是我个人观点，不一定对。如果您有自己的想法，欢迎在留言区留言，咱们共同探讨。欢迎关注大卫观点和大卫看世界2个频道，我们经常都有更新。
明天再会。